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拿下事后6个月后，再看赵丽颖的处境，才明白陈晓那番话的含金量。花无百日红，人无千般好。去年的赵丽颖接连拿下2座含金量极高的事后奖杯，彻底赢麻。外界的掌声、鲜花四面八方而来，的确，她值得。河北廊坊一个小地方走出来，没有背景，没有师承，从群演演起，横店常驻。一路走来，导演指骂，同行排挤，黑子猖獗。他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，深入每一个角色里，用作品打江山，厚积薄发，成了人生剧本里实实在在的顶级强者。猛然间，他似乎变了，不再卷红毯或营销身材、展示美貌，而是穿着舒适的休闲服装，扬着干净清秀的脸庞，被央媒专题报道。眼底有赤诚，开口自成文章，聊经历，谈角色，才知千般风光无限，含金量都不及在央媒当一次榜样。然而，短短不到半年的蜜月期后，赵丽颖又掉进新一轮沸沸扬扬的口水声中。向阳花这一项目，赵丽颖很看重，既剪掉了头发，颠覆形象，甚至零片酬入局，折算成股份，按最终票房分猪肉，顺理成章地将名字标在出品人一栏，跟爱奇艺创始人龚宇、中影董事长傅若清一排并列。前脚演活郝秀萍一脚，眉眼含刃，灵魂不屈。若再靠向阳花里的高月香一脚炸翻市场，那电影圈赵丽颖是真闯进去了。怎料现实是骨感的，明明类型一致，皆对准底层苦难，还是眼下最热的女性题材，结果王炸组合稀碎收场。向阳花的最终成绩大抵止步于2亿，又屋漏偏逢连夜雨。更糟心的是来自央媒的点名，6频道邀来中国公安大学副教授，对剧情、表演尽数剖白，未有一句褒奖，将电影的毛病全部挑明，像是刻意制造戏剧冲突，在监狱里有职业培训和心理矫正，被释放仍一张白纸，极尽展现生存困难、原始暴力，人为设计各种没来由的恶，不真实。有网友现身说法，辩驳起来。见过些底层释放人员，成见使然，生存技能的缺失，都会让他们重复在法律的边缘。所谓专家的发言，太理想。何况向阳花改编自教改往事其中一篇章，作者重安真蹲过铁窗，被教改将近7年，经历相关，视角是纪实的，文字读起来就身临其境，情绪缓缓如流，真实自然，不由得揪心。而电影编剧也由原著作者负责，具备一定信服力，就是从一堆蓬蓬乱草中挣扎出来，向阳而生，表达的就是如野子一般女性的黑色生命力。至于赵丽颖的演绎，也被教授直白地批，塑造的浅薄，演得非常符合假，甚至有些失真和扭曲。所谓众口难调，莫过于此，再精妙的戏也难契合所有人审美。五官大动起来，会有人夸情绪饱满，就会有人对夸张套路；一张脸静下来，会有人夸眼睛里有故事，静水流深，就会有人对始终一个表情面瘫演技，试图取悦所有人，恰似加一纬度苍冥，力有不逮。同样是被央媒提及，主持人蓝宇倒是对赵丽颖有另一番见地，在大荧幕表现可圈可点。在小学弟看来，高月香这一湘江女子的霸蛮、不畏死，一种实际的泼辣且活于底层的狡黠，都被赵丽颖精准诠释出来，不带其他角色的滤镜，很复杂，也很真实就自有万钧之力，鲜活地嵌在故事里。人要美起来，喝凉水都塞牙，这次切实在赵丽颖身上验证。赵丽颖最新动态，简短的一段文字，
又被揪住小便，知音开头的那个“鱼”字用错地方，该是“雨”的繁体字“雨”。于是被嘲，想秀内涵，卖弄学识，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脚。人要懂藏拙。这些年，但凡提到内娱文盲，网友就应激，基本常识都破绽百出。凭啥坐拥令人咂舌的高额片酬？如冯远征所预言，演员拼到最后拼的是文化。于是掀起一轮轮对内娱酒漏鱼的围剿，脑袋空空的确不能容忍。但看赵丽颖采访，就没断片的时候，对问题细细剖解，大长段的输出有实际的内容，满含拙见，思路清晰。而赵丽颖错用的“鱼”字，起初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她注意到了网络上风评，于是借谐音表达态度，特意用之？外界喧嚣，任其疾风骤雨，我自有我的航向，一句话显露出超脱世俗的修行状态。眼瞧着网友借一字以小放大，赵丽颖便将其改正，想来也是怕事态失控，内娱见没活人感，想必就是大环境所逼，太爱把事无限放大。现在的赵丽颖都是被历练过的，想当初在节目里因用嘴包住瓶口喝水，都能被喷得体无完肤。她的出身，她的来时路，被大做文章。虽说陈晓在感情的处理上常被争议，不否认她总把人看得很透，说刘亦菲很自由。尤其评价赵丽颖最有含金量，她在个性上吸引我的一点是很有韧劲，就像一个猴皮筋，你可以掰弯它，但你就是扯不断它。赵丽颖也说，我要强，让别人闭嘴是我的本事，我收获的是站得更高。一时舆论的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，这条路还很长，且视他人之疑，目如盏盏鬼火，坚定往前拱吧。2. 赵丽颖转型成功了吗？多作品检验演技蜕变。在娱乐圈中，演员转型是一场充满挑战的冒险，成功则能开启事业新篇，失败则可能陷入困境。85花的赵丽颖近年来在转型之路上奋力前行，从最初的甜美偶像形象，逐步迈向多元角色塑造，涉足电影与正剧领域。她的转型成果备受关注，那她到底成功了吗？转型作品大盘点。赵丽颖早期凭借《花千骨》《杉杉来了》《楚乔传》等剧，以甜美坚韧的形象深入人心，成为古偶剧领域的佼佼者。但随着演艺生涯的推进，她开始寻求突破。2022年的《幸福到万家》是重要转型节点，她饰演的何幸福从农村嫁入万家村，面对各种生活难题，展现出勇敢维权、勤劳坚韧的性格。赵丽颖摒弃偶像包袱，操着朴实口音，生动演绎农村女性的成长，让观众看到她在现实题材剧上的潜力。2023年的《风吹半夏》中，赵丽颖饰演的许半夏更是让人眼前一亮。她在剧中是一位敢闯敢拼的女企业家，从收废品起步，在男性主导的钢铁行业中摸爬滚打。赵丽颖将许半夏的果敢、狡黠、重情重义诠释得十分到位，无论是商场谈判时的精明，还是面对朋友时的真诚，都让人信服。凭借此剧，她获得了众多奖项认可。电影领域，2024年张艺谋执导的《第20条》里，赵丽颖饰演哑女郝秀萍，戏份虽不多，但她用细腻的表演，通过眼神、肢体动作展现出角色的苦难与坚韧，入围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。随后还有陈可辛执导的《酱园弄》，与肖央搭档的动作电影《虎狼之路》，以及悬疑片《乔岩的新世代》播。她在不同类型电影中尝试，不断拓宽戏路。转型成果剖析。从奖项来看，赵丽颖凭借转型后的作品收获颇丰。2024年，她包揽飞天奖、金鹰奖等重要奖项，这些荣誉是对她演技提升与转型成果的肯定。口碑上，观众对她的评价从单纯的偶像演员转变为认可她的演技实力，
她塑造的角色深入人心，无论是何幸福还是许半夏，都成为观众热议的经典形象。从商业价值看，转型后的赵丽颖依然具有强大的号召力，代言数量稳定且质量高，作品的收视率与关注度也居高不下，证明她在市场上依然具有强大吸引力。不过，转型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。电影票房方面，她参演的几部电影票房表现不算突出，距离成为票房灵药还有距离。而且在角色选择上，也有观众认为她还可以进一步突破，尝试更多不同类型的角色。总体而言，赵丽颖的转型已取得显著成果，演技得到提升，角色塑造更加多元，奖项与口碑双丰收。但在电影票房和角色深度拓展上仍有上升空间。她的转型之路仍在继续，未来能否在电影领域取得更大突破，塑造出更多令人难忘的角色，值得期待。你认为赵丽颖转型成功了吗？不妨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